要说最近这几年啊，苹果哪一款产品遥遥领先整个行业 ？AirPods Pro 呢，肯定是当之无愧啊。2019年发布的 AirPods Pro 可以说是打开了 TWS 降噪耳机的新世界大门，时至今日啊，依然很能打。那么时隔3年时间，AirPods Pro 2代又有哪些方面的体验升级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。这个耳机呢，我们是在官网购买的。包装附件方面，里面有说明书、耳机本体、充电盒、一条 Lightning 输接线啊。相比上代呢，多配了一副耳塞，新增了一个 XS 的型号，对于耳道比较小的同学来说会更加友好。外观方面，如果只是看耳机正面啊，确实很难看出是1代还是2代。尺寸、大小、形状呢基本一样啊，不过2代耳机盒功能呢要比1代丰富许多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2代耳机盒右侧多了一个极为先进的挂绳孔。为此，苹果呢还推出了价格极为便宜的98元挂绳。因为太便宜了，目前呢也一直处于缺货状态啊，需要足足等上1个月的时间。好家伙，这个挂绳价格呢确实是有点离谱了。同样价格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应该能进货10几条了，一天换一根，10几天都不带重样的。底部呢是 Lightning 接口，右侧呢有一排扬声器，不过耳机盒呢依然是白色光面处理，非常容易刮花。我们手上这个呢也没怎么用，一天下来背面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划痕了。1代耳机的保护套可以和2代通用，但是呢会遮住扬声器的开孔，影响发声。1代耳机可以正常放到2代耳机盒内，但是放进去的时候呢，耳机盒会有一个黄灯提醒。而2代耳机放到1代耳机盒内，再次开盖时，系统呢也会有一个提示，告诉你耳机盒中的 AirPods 不属于你，无法一起使用。接着来看一下耳机本体，无论是形状大小、耳机腔体还是机身重量基本和上一代保持一致。但是传感器位置呢有所变动，1代采用的是双光学传感器，而2代呢采用的是皮肤识别传感器，可以更加精准的检测耳机是否佩戴在耳朵上。压感按键呢依然保留，并且增加了电容感应支持滑动调节音量，一次滑动调节1个音量，整体的易用性呢进一步提升。这一次耳机盒内呢内置了U1芯片，可以说是买耳机送 AirTag 了。平时遗漏在沙发或者是房间角落里面，利用U1芯片的指引配合耳机盒内置的扬声器，确实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耳机变成 Air 的概率。这里呢我们也是测试一下内置分明器的最大音量，大概呢在75dB 左右。当然如果耳机本身不在充电盒内部，还是和上代一样只能发出轻微的提示音，在户外场景下还是比较难找到的。这一次还有一点呢，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，那就是1代耳机放回耳机盒之后，小组件中的电量状态信息过一会儿就会消失。而2代呢，把耳机放回充电盒之后，是可以一直显示耳机充电盒当前的电量状态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分享一下这次新耳机降噪、音质、通透模式方面的一些体验变化。1代刚发布的时候，强大的降噪表现让人惊艳。不过随着后续多次固件更新之后，降噪表现呢确实不如最初版本那么强悍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手上这个1代耳机用的时间比较久了，元器件性能本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衰减。这一次2代呢搭载了最新的 H2 芯片，官方表示降噪效果相较于1代呢提升了2倍乍一看呢确实挺唬人的。实际上呢应该是某个频段下的降噪深度比1代呢有明显提升，并不是说所有频段下的降噪效果都比1代提升2倍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实际的降噪效果到底怎么样。这里呢也建议大家佩戴耳机进行试听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iPhone 14系列呢已经是正式开售了，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买到了机子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个 iPhone 14、14 Pro 以及14 Pro Max 的快速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iPhone 14系列呢已经是正式开售了，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买到了机子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个 iPhone 14、14 Pro 以及14 Pro Max 的快速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iPhone 14系列呢已经是正式开售了，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买到了机子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个 iPhone 14、14 Pro 以及14 Pro Max 的快速体验。从对比来看2代的降噪效果确实再一次提升了。比如说我们乘地铁的时候，1代呢依然能够听到地铁运行时的一些噪音，2代基本就听不见这种噪声了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一次2代对于婴儿啼哭声的高频噪声抑制呢，也会比1代更好些。不过实际体验下来主观感受上来说，降噪呢确实更强了，但是耳压方面也会比1代感知更强一点长时间佩戴耳朵呢还是免不了出现酸胀的情况。AirPods 1代的通透模式广受好评甚至在发布1-2年之后也很难有耳机在通透模式上超越它。2代呢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，听感上可以说是十分接近真实环境了。
另外，这回通透模式在 H2 芯片加持下，支持了自适应通透模式。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散步的时候，为了确保安全，通常呢都会打开通透模式，但是难免呢也会遇到汽车鸣笛声中比较刺耳尖锐的声音，让人听了有些不舒服。而2代的自适应通透模式会在检测到这种突发高频噪音之后，会对这部分声音进行一定的降噪处理，带来更加舒适的听感。从人头麦录制的音频曲线来看，确实呢会有不错的降噪效果。当耳机和 Apple Watch 连接之后，手表上的噪声 App 呢也会出现耳机已经降低的噪声等级。这里显示的是用户耳朵听到的噪声等级，最下方呢则会显示周围环境实际的噪声等级，可以让用户更加明确的知道耳机降低了多少分贝。音质方面呢，1代 AirPods Pro 经常被网友调侃为白开水调教，音质表现呢确实是一般。2代整体上来说，调音方向呢会比1代更加好听低频下潜力度呢会更足，整个声场呢也会更加开阔通透，层次感相对1代呢会更加丰富。当然，人头麦录制的声音和实际呢会有一定差距，这里呢建议还是大家去线下试听一下。虽然说这回2代上了蓝牙 5.3， 但目前呢并不支持无损音频，后续会不会更新，暂时呢还不知道。至于 AirPods Pro 的通话降噪效果，我们简单来视听对比一下吧。这里是 AirPods Pro 1代的通话录音测试，12345 12345。这里是 AirPods Pro 1代的通话录音测试，12345 12345。这里是 AirPods Pro 1代的通话录音测试，12345 12345。这里是 AirPods Pro 2代的通话录音测试，12345 12345。这里是 AirPods Pro 2代的通话录音测试，12345 12345。这里是 AirPods Pro 2代的通话录音测试，12345 12345。耳机单次续航呢可以达到6小时，配备的充电盒呢最长可以达到30小时，体积不变，续航更加持久。充电盒呢支持 MagSafe 充电、Lightning 有线充电，这一次呢还支持 Apple Watch 充电器进行充电。什么？你没有 Apple Watch？ 那没事了。简单小结 ，AirPods Pro 2代虽然说外观设计上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是得益于 H2 芯片的计算音频提升，在降噪、自适应通透模式、音质这几方面呢均有不错的提升。如果说1代产品在当时来说是遥遥领先，颠覆 TWS 降噪耳机的产品，那么这次2代应该算是基本没啥短板的产品了。不过考虑到目前1代产品价格呢差不多是1300左右其实性价比呢也不错。2代1899元的起售价，现阶段最香的选择自然是拼多多百亿补贴1599元的价格了。所以说也别忘了打开拼多多搜索神秘数字82388，限时领神券，想要什么搜索就有。感谢大家支持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 AirPods Pro 2的体验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